如果你来到马来西亚沙巴，只知道这里有神山、海岛、落日和沙滩，那我想告诉你，你看到的只是沙巴最容易被看见的一面。真正有意思的沙巴，其实藏在一座摩天大楼、一座清真寺、一座中国寺庙以及一个原住民文化村里。这里曾经叫北婆罗洲，这片土地上有着深厚的伊斯兰文化，有着漂洋过海的华人移民，也有在婆罗洲生活了数百甚至数千年的原住民族群。今天玩叔不带大家看海，我们换个玩法，从4个建筑与人文地标出发，来拆解这片土地四重交织的历史时空。第一站，沙巴基金大厦。当你第一次来到这里，很难不被它的外形震撼。它看起来完全不像传统意义上的四四方方的摩天大楼，反而像一艘巨大的银灰色的玻璃飞船，或是随时准备发射的火箭，巍然停靠在沙巴的天际线上。沙巴基金大厦竣工于1977年，高30层，约122米。它是当时亚洲建筑史上的突破之作，也是全世界极少数采用全悬挂式钢结构的高层建筑之一。整座建筑全靠中央一根巨大的强化水泥核心承重柱，内部没有任何支撑柱，每一层楼板都是通过72组高张力钢索从顶部降落，悬挂在主轴上。72边形的玻璃幕墙由2160块特制反光玻璃拼成，能抵御时速272公里的强风，并将神山与天空的云影完整的镜像在楼体上。当大家来到这里，千万不要只站在楼下发出一句“这栋楼好特别”的感慨就走。我们要问的是，为何在20世纪70年代，刚刚摆脱殖民统治没多久的沙巴，要建造这样一座充满未来感的极简主义建筑呢？答案要从沙巴近代史上最传奇也最具争议的政治强人敦达图·穆斯达法说起，他的从抗日游击队到沙巴建国领袖的历程。穆斯达法出生于贵族家庭，二战期间日军侵占了北婆罗洲，年轻的穆斯塔法直接挺身而出，加入游击队，在热带丛林中与侵略军展开了生死博弈，甚至接受过美军游击队的严苛训练。这段血与火的洗礼塑造了他极其果敢、强硬以及充满个人魅力的政治铁腕。1963年，沙巴脱离英国殖民地，与沙拉越、新加坡及马来亚联邦共同组建了马来西亚联邦。作为关键推手，穆斯塔法先后出任沙巴首任州元首与首席部长，执政近10年。面对刚刚从英国殖民地体系走出来的沙巴，他的核心课题极其简单却艰巨：如何把一个拥有丰富资源却百废待兴的热带土地建设成现代社会。当时沙巴拥有世界上最富庶的热带森林木材资源，穆斯达法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后，将木材许可权的收益转化为地方公共建设的原始积累。他在1966年创立了沙巴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可不是普通的商业公司，而是承担着全州教育、医疗、社会福利和经济基建等重任的国有巨头。这座大楼就是木材黄金时代雄厚财力与政治野心的象征。50年前，在一片几乎没有高楼的热带海岸上，突然耸立起一座未来感十足的柏林高楼，它代表的是一个年轻地区对现代化的无限渴望。观赏完大楼，就在旁边有小红书推荐的3色果汁，4美金一杯，也不贵，大家可以尝一尝。第2站，水上清真寺。
离开沙巴基金大厦，我们沿着海岸线来到沙巴另外一个标志性地标水上清真寺。远远看去，白色的墙体、蔚蓝与金色交织的大圆顶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水上清真寺并不是直接建在海里，而是巧妙地被占领约6公顷的人工泻湖环绕。它的建筑风格类似伊斯兰教第2大圣地沙特阿拉伯麦地那的先知寺。建筑包含一座巨大的蓝金双色主穹顶和4座高耸的宣礼塔。大殿内部采用无柱大跨度的结构，绿色花岗岩镶嵌的壁龛与高窗天光交相辉映，可同时容纳12000名信徒礼拜。我们用谷歌地图来看看沙巴的位置，它位于婆罗洲北部，面向南中国海，东临苏禄海与西里博斯海。几百年来，这片海域根本不是障碍，而是最古老、最繁华的海上高速公路。商人来了，船只来了，移民来了。文莱苏丹国的势力与阿拉伯商人的足迹也随之而来。伊斯兰文化就是沿着这条海上的高速公路，深深植根于婆罗洲的海岸线。沙巴在2战末期遭到盟军与日军的猛烈轰炸，整个城市几乎夷为平地。战后重建的几十年，随着人口增长与经济恢复，原有的老州立清真寺已不堪重负。为了推动沙巴首府升格为国际大都市，沙巴政府在1992年启动了这座地标级清真寺的筹建，历经8年施工，清真寺于2000年2月2日正式落成。而这一天恰好就是沙巴被马来西亚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升格为市的历史时刻。所以这座水上清真寺一半属于宗教，一半属于海洋。第3站，沙巴普陀寺。普陀寺始建于1980年，是沙巴州规模最大的汉传佛教道场。寺庙建筑完美融合了岭南飞檐风格与南洋通风防雨设计。山门外有座高32英尺的巨型观音石雕圣像，11层橙绿相间的万佛宝塔，以及全部由中国大陆运来的玻璃瓦与红砖建材。寺内还珍藏着一口由全球华人信众合资铸造的巨型铜钟，刻满签名开拓先贤的姓名。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北婆罗洲公司为了开发这片热带丛林，从中国广东和福建招募了大量华工，俗称下南洋。当时的北婆罗洲极度荒凉，疟疾祸乱横行，华工们要在湿热的雨林里砍伐巨木，开垦橡胶园，铺设铁路，无数人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与疾病中客死异乡。在那个没有现代医疗、远离至亲的绝境里，中华传统信仰成了华人苦力们心灵唯一的寄托与避风港。当华人站稳脚跟后，他们开始组建会馆，开办华文学校，建立寺庙。大家来到普陀寺，不要只拍佛像，拍一拍屋檐上的飞檐雕刻，拍一拍石柱上的中文楹联，因为这些细节都在无声地讲述当年那些赤手空拳远离故乡的先辈是如何把自己的文化根基一点一点扎在婆罗洲的土地上。第4站，马里文化村。最后这一站，我们要把时针向后拨回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拨回到那个只有茫茫原始热带雨林的时代。这里就是马里文化村。在当地语言里， Mari 的意思就是来吧来吧。文化村位于沉寂的雨林深处，建于1996年。它的目的在于抢救保护濒临失传的原住民文化。马里文化村内集中复原了沙巴5大核心原住民族群的真实生活场景和传统建筑。卡达山杜逊族，它是农耕民族，建筑架空
防潮防蛇，设有烘干稻米的竹架与米酒酿造设施。龙骨丝族不使用一颗铁钉，全凭藤条扎紧的百年长屋而闻名，多户共居，长廊为防卫与社交的中心。人达耶族，他们是森林猎人，使用厚树皮搭建防寒房屋，屋前立有鳄鱼图腾。巴瑶族，他们是海上与陆上使用高脚屋，色彩鲜艳，通风极佳，代表着航海与骑术文化。穆鲁特族，上武猎头部落，长屋内部现有极其巧妙的竹制弹性跳床。如果说传统的博物馆是把过去装进玻璃柜里，那么马里文化村则是把过去活生生的重新搭建了起来。卡达山杜逊族是沙巴最大的原住民族群，他们是深耕土地的农耕民族。对现代人讲，大米只是超市里的商品，但对卡达山人来说，1厘米意味着雨水、土地、神恩与生命的延续。在他们的传统社会中，有一个极其核心的角色——女祭司。在卡达山传统中，女祭司拥有至高无上的精神地位。他们必须通过纯口述记忆长达数万字的古老祭司咒语。在每年5月的丰收节上，女祭司会主持招魂仪式，将散落在各处的盗魂引回粮仓，祈求族人免于饥荒。这展现了现在城市文明之下那个深沉而敬畏自然的古老农耕社会。布鲁特族号称猎头，它的习俗的历史真相和竹弹簧床值得一看。说到穆鲁特族，很多人脑海里第一个蹦出来的词就是猎头。在过去的婆罗洲部落社会里，雨林环境极其残酷，部落间为了争夺猎场、水权以及血亲复仇，处在长期战争状态。穆鲁特人相信，人的灵魂与力量精华集中在头部，斩下敌人的首级并带回长屋，既是年轻战士证明勇气、获得结婚资格的成人礼，也是一种借用敌人的灵魂庇护本部落收成的宗教仪式。大家看穆鲁特长屋内部，一定要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竹制弹簧跳床。族人利用高弹性的硬竹架在地面下方，人在上面蹦跳，可以轻松腾空数米高。在古代，这不仅是战士凯旋时的庆祝仪式，更是他们在长屋高处拿取悬挂奖品的独特工具。加油加油！在这里，冒烟了！古老的钻木取火的方式，又重现了它的魅力。看一看，哎，火苗出来了，钻木取火成功，金木水火土就是这么来的。我等着你过来。干嘛在弄着你？要让它燃烧起来呀！把它助燃了。对呀。你们看到吗？后面的。哦。Good, very good. 在这里可以尝一下斑斓叶的饮料，也叫香兰饮料，非常清爽可口。还有独特的油炸小煎饼，这是竹筒的香米饭，非常有特色。每个族群都给游客提供一种独特的食物或者饮料，让大家有种文化沉浸的感觉。龙骨丝族是这里的第4大族群，据说他们盛产蜂蜜和美女。今天我们就
一边赏着蜂蜜，一边欣赏下美女。所谓的美食加美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体验。最后，马里文化村给大家献上了一组综合性的舞蹈，你看，这叫竹节舞，非常有特色。大家尽欢而散。走完这4个地方，你会发现一条串联沙巴绅士的清晰脉络。沙巴吉星大厦展现了现代化与工业发展的雄心，水上清真寺折射出海洋交通与深厚的伊斯兰信仰，普陀寺记录了华人先贤跨根扎根的血泪与文化寻根，而马里文化村则保留了雨林深处原住民千年来与自然共生的古老灵魂。沙巴之所以迷人，不仅因为它的海浪与落日，更因为在这片被海洋包围的土地上，多元文化从未隔绝。在这里，你可以同时看见过去、现在与未来。我是玩叔，我是世界旅行者，也是世界观察者。咱们下一站继续走天涯。